2014年，廖凡凭借在《白日焰火》中精彩的表演，一举斩获柏林电影节最高奖项。随之火出圈的是一段毫无章法的魔幻舞步。故事由一起碎尸案引发，煤厂工人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，讨论的正是眼下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。不久前，有工人在煤堆里发现一截断手，紧接着方圆几百里的煤厂也陆续发现了断肢，一时间人心惶惶。大家都在猜测这些七零八落的尸块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，毕竟这样的抛尸手段也实在是稀奇。没见过这么抛尸，像天女散花，扔得全省哪哪都是。廖凡扮演的张自力是一名刑警队长，他性格执拗，不善表达。不久前和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，两人分手前还友好的在旅馆打了最后一场扑克。接到报警后，张自力匆匆赶往现场，简单勘查后，张自力的助手小王发现了线索。那个时候刑侦手段有限， DNA 对比技术也并未普及，警方凭借一件血衣和现场的身份证确认了死者的身份，并找到了他在干洗店工作的妻子吴志珍。吴志珍是个漂亮清冷的女人，面对警方的询问，一言不发，掩面痛哭。张自力束手无策，只能想别的办法。经过多方打听，摸清了梁志军的底细。梁志军是一个地磅员，平日里少言寡语，工作8年间没听说得罪过什么人。张自力再次将目光瞄准了煤厂，经过调查，发现一个可疑人员。 对方是一名运煤司机，案发前后曾向10几个煤厂送过煤，还恰恰都是发现尸块的煤厂。这种工作量巨大的抛尸，一个人显然无法完成。但巧就巧在这名司机还有个兄弟。我查了，他还有个兄弟叫柳大明，这哥俩经常一起出车。前2天突然不干了。种种线索都指向两兄弟，再不怀疑似乎不太礼貌。 张自力和几个同事多方打听，在理发店找到了哥俩，结果刚自报家门，这2人便做贼心虚，准备跑路。张自力一个飞扑将人锁喉，几个同事手忙脚乱地制服了哥俩，将2人铐在一起，准备带回警局。同事胖子捡起嫌犯掉在地上的衣服，正是这个举动改变了张自力的后半生。一把枪从衣服里掉了出来，现场的真实感瞬间突破了影视作品，没有花里胡哨的动作戏，所有人的反应完全出于本能，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。听到枪声的小王急忙冲进来，张自力心如肋骨。 在震惊中久久没能回神，身后还没死透的疑犯举枪射击，张自力因此负伤入院。不久后，小王接他出院。2个同事的死让张自力变得更加沉默寡言。小王见他情绪低落，便提出一起去洗个澡。路过干洗店时，看到吴志珍将梁志军的骨灰埋在店门口的树下。2人驾车经过一个隧道，这里的转场堪称神来之笔。隧道外和隧道内是2个天地，张自力的人生也自此和过去割裂。5年时间转瞬即逝，那次的事故，张自力不仅负了伤，还被调离了刑警队。喝气成冰的日子。 一个醉汉躺在隧道口，路过的男人上前查看，头盔下正是胡子拉碴的张自力。面对男人的询问，他含糊不清的喃喃自语。男人见状，索性骑走了张自力的摩托车。张自力却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车子被骑走。因公受伤的张自力被调往工厂的保卫科，此后更是郁郁寡欢，整日酗酒。迷迷糊糊的他，还常常遭到同事的奚落。 张自力索性也就这样堕落下去了。不久后，一起碎尸案横空出世，负责该案的正是从前的小王，现在的王队。5年前的事一直是张自力的心病，不仅抓错了人，还害死了2个兄弟，凶手至今仍在逍遥法外。王队一直拿张自力不当外人，便事无巨细向他讲了眼下的调查结果。据说自梁志军案过后，01年也发生过一起碎尸案，加上现在这一起，一共是3起。这3起碎尸案的抛尸手法如出一辙，死时还都穿着冰鞋。 初步分析是在滑野冰的时候遇害。更为巧合的是，3人都和吴志珍有关。梁志军是她的丈夫，01年的死者是她的未婚夫。如今这个死者和吴志珍保持着恋爱关系，这女的谁跟她谁倒霉？为了弄清楚事情的原委，张自力带着一条皮裤来到干洗店，仔细打量着吴志珍的一举一动，接着便在附近蹲点，等吴志珍下班后跟上了对方。一路上，张自力发现吴志珍仿佛游离在人群之外，整个人都显得十分安静，或者说毫无生气。翌日，张自力为了找机会接近吴志珍， 拽掉了皮裤上的扣子，到店里找麻烦。老板于蓉蓉拿出针线缝扣子，张自力坐在一旁有一搭没一搭的打听起了吴志珍。于蓉蓉自然对美丽清冷的吴志珍垂涎已久，只是吴志珍显然没看上她。于蓉蓉絮絮叨叨地说起了一件往事，那时候吴志珍洗坏了客人的皮草，对方张口就要2万8的赔偿，吴志珍一个小店员根本拿不出来。本以为事情会闹到公安局，没成想1周后事主便没再找来，皮草也被留在了店里。这时吴志珍走了出来，假装擦桌子，扔给张自力一张纸条。 纸条上写着“不要再跟着我”。张自力慌张地收起纸条，原来吴志珍早就发现他的行踪。张自力没打算就此罢休，等吴志珍下班后，他骑着那辆拿大摩托换来的小电动跟了上去。这小电动不仅骑着晃悠，动静还很大。吴志珍自然也早就发现了张自力，他将自行车停在路边，到一家小卖铺送衣服。张自力也急忙停车，快步跟上。等他再回来时，小电动罢了工，车子跟前还有2排来去的脚印。他
看来他也被人跟踪了，这个人还弄坏了他的车子。另一边，王队向居委会了解了于蓉蓉和吴志珍的情况，性情古怪、常年独居的于蓉蓉被列为怀疑对象。王队带着人跟踪于蓉蓉，发现对方上了一辆货车，不久后车子停在了路边，一个举止轻佻的女人走了下来。王队几人上前将人拦住，女人表示于蓉蓉每次找她正经的不干，就让她换着花样穿裙子。看来于蓉蓉要么不行，要么就是变态。翌日，正在熨衣服的吴志珍便遭到了于蓉蓉的咸猪手。这时张自力推门而入，听到动静的吴志珍推翻身边的铁桶，脱离了魔爪。张自力拿着一张单子递给吴志珍，看到对方手上的伤口时，转身出门买了碘酒和纱布。面对张自力的关心，吴志珍没有回应，撇过了头。这时一个年轻人到店里洗衣服，张自力却突然发了脾气，上前将人赶了出去。年轻人说最狠的话，遭最毒的打，最后敌不过张自力的武力值，骂骂咧咧跑走。张自力的一举一动自然有他的目的。等他回到店里，发现吴志珍在用纱布擦血时，就知道自己成功了。吴志珍不像之前那样防备着他。下班后，张自力便亦步亦趋地跟着他，对方也难得的和他讲了一句话，虽然并不是张自力想听到的。你太难受了。张自力自然没打算听话，反而凑在吴志珍耳边提前预定了下次见面的约会项目。下回一起去打野兵吧。此话一出，他的目的不言而喻。前面我们说过，近年来的2起碎尸案，死者脚上都穿着冰刀。张自力显然是打算用自己当诱饵引出凶手。吴志珍离开后，王队从远处走过来，他知道张自力想干嘛，劝他不要掺和进来。张自力这些年和活死人没有区别，他只想找点事情让自己忙碌起来。第二天晚上，两人在溜冰场约会，和3番5次摔倒的张自力比起来，吴志珍显得熟练很多。他一言不发地在冰面滑行，背影看起来落寞而悲伤。张自力一顺不顺地盯着吴志珍，跟着他一路往没人的地方滑去。张自力一个踉跄拽倒了吴志珍，看着近在咫尺的美人，张自力情难自禁地吻了上去。也许他早在不知不觉沦陷在了吴志珍的清冷魅力中。吴志珍没有推开张自力，紧跟在两人身后的王队担心出事，假装管理员大喊一声制止了两人。两人又搭计程车来到电影院，王队也急忙驾车跟上，无意中发现一辆小货车似乎也在跟着张自力。货车司机下车后背上竟然背着一双冰鞋，王队顿时起了疑心。他跟着男人走进胡同，见他鬼鬼祟祟，便掏出枪将人叫住，铐上手铐后打电话联系了同事。男人背上的冰鞋闪着寒芒，王队没等来同事，等来了死神。王队的怀疑没错，此人显然和碎尸案有着莫大的关联，可惜他没办法再将这件事说出来。再仔细看男人的长相，大家可能会觉得眼熟，没错，他就是第1起碎尸案的受害者梁志军。如今他死而复生成了加害者，我们不妨大胆推测一下，梁志军根本就没有死，他一直在监视着吴志珍，一个接一个干掉他身边所有有企图的男人，那方面不行的于蓉蓉例外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第一个死者如果不是梁志军，又会是谁？我们继续往下看。王队出事后，张自力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张自力坐在王队的车上，无意中发现一张写着车牌号的纸条，他相信王队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才死于非命，这个车牌号也许就是找到凶手的线索。张自力按照号牌找到一辆公交车，按照先前的剧情，车子应该是一辆货车，唯一的可能就是天太黑，王队看错了牌照上的某个字母或者数字。尽管信息不对，张自力还是误打误撞地发现了背着冰鞋的梁志军，或者说是发现了跟踪自己的梁志军。张自力下车后进了一家羊汤馆，没吃2口，梁志军也跟了进来。最后张自力在灯光昏暗的舞厅甩掉梁志军，并实现反跟踪。翌日清晨，张自力发现梁志军开着一辆货车给医院送兵，之后又一路跟着他来到一处人迹罕至的村庄，发现梁志军扛着一个麻袋往铁路桥上走。张自力小心翼翼地跟上，终于知道了凶手的抛尸手法。桥下有运煤的火车经过，梁志军解开袋子将尸块扔在车上，这些尸块便被煤车被运往全省6个县15个煤厂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估计谁都想不到这种高明的作案手法。除此之外，张自力也发现了此人就是本该死去的梁志军。他在调查第1起碎尸案时见过梁志军的照片，为了验证猜想，张自力决定主动出击。他跟着对方来到溜冰场，利用广播确认了对方的身份。冰场的滑冰的梁志军同志，听到广播以后，请到服务台来一下，有人找。听到自己的名字，梁志军本能地停了下来，反应过来后迅速离开了冰场。张自力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，确信此人就是死而复生的梁志军。张自力急忙撒开腿追，结果冰面太滑，摔了个狗吃屎。张自力将情况汇报给了新上任的刘队，表示王队留下的纸条其实是看错了一盒。梁志军究竟有没有死这件事，自然要问吴志珍。面对警察的讯问，吴志珍无论如何都不开口，还坚持要求见了张自力才肯说。张自力劝吴志珍实话实说，不要因为这件事耽误了以后的生活。吴志珍却对张自力欺骗自己的行为十分不满。没想到你是警察，何必骗我？张自力表示自己早就不是警察了。见吴志珍不愿开口，犹豫了一番，打起了感情牌。你拿来北往的火车，把我占有的尸块
都运到天南海北，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。说这句话时，张自力有些哽咽，他是真的心疼王队，也真的想将凶手绳之以法。紧接着，张自力调整了情绪，说出自己对这几起碎尸案的猜想。早上的抛尸手法让张自力想明白了一些事。如果说有人能够在1天之内天女散花的抛尸，那么过磅员应该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。地磅台是所有卡车汇聚的中心点，只要趁着夜色将尸块扔进车厢里，那么就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抛尸。梁志军就是一个工龄长达8年的过磅员。一旁的吴志珍知道再多的辩解都没用，便将事情的始末告诉了张自力。梁志军第一次抢劫时误杀了人，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，想出一招瞒天过海的替身戏码。后来梁志军隐姓埋名潜伏在吴志珍身边，监视她的生活，杀掉那些可能取代自己丈夫身份的人。看来于蓉蓉是因为没被吴志珍看上，躲过了一劫。吴志珍交代了和梁志军联络的方式，并在警方的要求下将人约了出来。梁志军虽然是个手段残忍的杀人狂魔，但对吴志珍却是用情至深。他将自己赚的钱全都交给吴志珍，同时也清楚地知道对方早就不再爱他，能和他见面更多的是出于恐惧。梁志军和吴志珍离开旅馆出门买烟，他几次想要和吴志珍有肢体接触，察觉到对方的抗拒后便不再动作。此时警方已经埋伏在了街头巷尾，走进小卖部的梁志军敏锐地发现了异常，他二话不说转身就跑，警察们迅速追了出来，砰砰几枪，梁志军应声而倒。一旁的吴志珍紧张的浑身战栗，他想摆脱被监视束缚的生活，但可能并未想过是以梁志军死亡的方式。向来两人应该也有过一段甜蜜的时光。王队的尸体被天南海北的找了回来，勉强拼凑在一起，算是给死者一个交代。家属的痛哭让张自力心乱如麻。这时候吴志珍抱着梁志军的骨灰离开了殡仪馆，他脸上既没有悲伤，也没有如释重负，永远都透露着生人勿近的冷漠气息。吴志珍搭上了回家的电车，张自力也沉默地跟了一路，有些话在心里打了无数遍草稿，终于支支吾吾地开口表示想解释一下整件事。吴志珍却突然情绪崩溃，大声说不用解释。张自力紧紧抱住他，希望他能冷静一点，还表示自己是来帮他的。吴志珍剧烈地挣扎着，张自力轻声安慰他一切都会过去。两人回到干洗店，刘队已经带着人等在门口，他们要取回当年第一起碎尸案死者的骨灰。吴志珍表示骨灰全都被自己扔到了河里。张自力知道吴志珍在说谎，他和王队曾亲眼看到骨灰被埋在了门口的树下。刘队表示还有些情况要向吴志珍了解，要求他跟自己到车里说。张自力走进干洗店和于蓉蓉闲聊，问起了99年那件皮草。于蓉蓉拿出皮草和当时衣服里的一张名片，表示衣服的主人应该就叫赵建平。张自力1000块收了这件衣服，返回店里的吴志珍看到后有一瞬间的不自然。张自力多方打听，拿着衣服找到了赵建平，他谎称自己是干洗店的人，铺面拆迁发现了这件5年前的衣服，于是便根据名片找了过来。赵建平表示名片是自己的，但衣服不是。他挠着头觉得事情有些魔幻，居然有人为了一件5年前的衣服千方百计找到自己。冲着张自力这份心，赵建平表示愿意帮他想想当年那帮兄弟里谁喜欢穿着这种衣服。想来想去发现还真有这么一个人。赵建平带着张自力找到一个女人，女人是一家名为白日焰火夜总会的老板娘。老板娘摩挲着手上的衣服，她记得很清楚，最后一次见自己老公，她穿的就是这件衣服。那时候她和老公开了一家酒吧，某天一个女人找到了酒吧，她在门口等了很久，最后和自己老公一起离开。也是从这一天开始，老板娘的老公便再无音讯。她一直认为老公抛弃了自己，和别的女人双宿双飞。如今多年过去，老板娘说起这件事依然是满腹怨念。漆黑的夜晚，张自力站在夜总会门口，久久地看着夺目的白日焰火几个字。人们总能看到黑夜里的霓虹，却鲜少有人见过白日里的焰火。老板娘的一番话让人浮想联翩，也许当年那个女人就是吴志珍，个中缘由目前还不甚清楚，但张自力心里已经有了猜想。第二天，张自力来到干洗店，吴志珍一反常态穿上了颜色鲜艳的衣服，甚至还涂上了口红，也许这是他重新开始的标志，也或者是在对发现那件皮草的张自力示好。张自力约吴志珍晚上在游乐场见面，吴志珍浅浅地打扮了一下，脸上似乎也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神采。两人坐在摩天轮上，张自力指了指远处的白日焰火夜总会，闪烁的霓虹在夜色里格外为扎眼。吴志珍仿佛想起了什么不好的回忆，他猛地转身扎进张自力怀里，整个人瑟瑟发抖。张自力低声和吴志珍耳语。吴志珍假装没有听懂张自力的弦外之音，为了转移话题也好，想方设法阻止张自力调查也好，献出自己是他眼下唯一能想到的办法。吴志珍主动吻上了张自力，张自力也情难自控的回应。两人在摩天轮上打了半天扑克。翌日，坦诚相待的二人略显尴尬地坐在一起吃早餐。吴志珍拿出口红补了补，问张自力晚上还见不见。然而还没等到晚上，吴志珍便被警察带走。揭发他的正是提起裤子不认人的张自力。车上，警察将那件皮草扔在了吴志珍面前，眼下并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人是他杀的，但也许是不想再背负沉重的过往。踌躇片刻后，吴志珍说出了事情的真相。皮草的主人名叫李连庆，28000是吴志珍拿不出的巨款，对方便以此胁迫他肉偿。
有了第一次还要第二次，忍无可忍的吴志珍拿刀砍死了李连庆。得知这件事的梁志军帮吴志珍处理了尸体，为了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生活。吴志珍想摆脱过去，摆脱梁志军是真的，但他也清楚这个世界上只有梁志军全心全意地爱着他。或许他也爱过对方，只是那些情感在日复一日的噩梦中被消磨。或许很多人不明白张自力为什么如此决绝，但事实上两人之间的感情本就不纯粹。张自力最初接近吴志珍就是为了破案，即使有过片刻的沉沦，也夹杂了太多旁的东西，其中也包括王队的死。再结合前面张自力说过的想要帮吴志珍这句话，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张自力的举报实则是出于某种善意，因为从他第一次接触这个女人，一直到两人的关系变得暧昧不清，张自力都能察觉到对方的不安和惶恐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攥着他的灵魂。张自力是个不善表达的人，最后选择了用这种方式来帮吴志珍走出阴影，直面过去。吴志珍对张自力的感情则更加复杂，他一面将对方当成救赎想要靠近，一面又觉得他和当年逼迫自己的李连庆是同一种人，他们一个用皮草，一个用过往，全都让自己身不由己。也许如果张自力当晚真的应邀，会落到和李连庆一样的下场。案件落下帷幕，警局的人邀请张自力一起吃饭，席间众人推杯换盏，有人说了个笑话，大家纷纷捧场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张自力也跟着开心，但他的笑明显带上了讨好。也许回归警队也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，但是即使破获了大案，他也只赢得了一杯酒和几句不走心的恭维。这一幕和他参加王队葬礼时独自一人站在人群外恰恰相反。那时的他面上平静，心里悲凉；如今面上高兴，心里却空荡。酒足饭饱后，张自力来到舞厅，音乐声响起，身后的一群人规规矩矩地跳着，张自力则跟着节奏随意地摇晃着。凌乱不堪的步伐和肆意挥动的双手，是张自力对于心中苦闷的一种宣泄。人物弧光也在这一刻更加饱满。不久后，警方按照程序带着吴志珍指认现场。那间屋子如今住着一对小夫妻。听着警察询问吴志珍在哪里杀的人，有没有参与分尸抛尸，夫妻俩面如纸色，没想到自己住的是凶宅。警方带着吴志珍离开时，张自力送了他一场白日焰火。吴志珍的脸上久违地出现一抹笑意，可能是对过去的释怀，也可能是察觉到了张自力对自己并非全无感情。烟花断断续续放了很久，直到引来消防员的注意，影片也在焰火中戛然而止。在东北衰落的大背景下，人人皆逃不过命运安排的走向，如同白日绽放的焰火，在日光下显得虚无，在人心里只留下一阵灰烟。最后，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。好作品值得您完整体验。